오리엔티 정상훈 대표가 운남홍차의 본고장 봉경에서 전해드립니다. 운남성 봉경에서 제일 고급 명품이라는 홍차, 중국 홍은 어떤 강점을 갖고 있을까요? 대체 어떻게 만들어지는 홍차일까요? 또한 운남 홍차의 유명 차창은 어떤 설비를 사용해 어떻게 홍차를 제다할까요? 이번 영상 한 편이면 이 모든 것을 이해할 수 있습니다. 그럼 바로 가보시죠. 여러분, 제가 두 번째 차로 요 중국홍이라는 이제 이 전홍차의天花板 최고급품을 마셔보고 있습니다. 정말 황홀한데요. 龚总，我问一下一个问题，我现在喝的这个中国红，为什么这么好喝？这一款茶的话，它主要是一个用到了我们滇红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拼配工艺。它有10多款这个原料这个茶叶来这个拼配。那么它是在原料熏叶的时候就开始一起来煨调。它的香气的这种粘合，包括它的层次感比较好。然后的话，它从香气到它的滋味都比较有这个高级感。对。它一喝进去，它的香气、它的层次感、它的滋味的丰富度，它都是这一款茶能够成为我们滇红茶天花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拼配。对。然后的话，它用到了我们一个大叶种、中小叶种品种的用到，所以说为什么它的滋味、它的香气会这么的独特，这么的有层次感？它就是其实每一泡进去以后，它的这个发力，每一款茶的发力点不一样，所以说出来的这种，整个感觉是比较有这种。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在勐海喝过一些比较便宜的那种中国红，然后对比起来。这个很有高级感，然后那个香气的层次感也是很复杂。它茶叶的话呢，它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一个名字，它也许很多款都叫老班章，很多款都叫冰岛，很多款都叫中国红，但是它的真正的核心是不一样的。就说它中国红它的核心品种要达到多少个品种？你如果就是1、2款茶是拼在一起的，它肯定不是叫中国红，它可以叫中国红，但它的外形到它的茶叶，包括内质香气都不一样。你必须要叫中国红，你必须要当时按照中国红的这个配方，来做出来的，不能多1克少1克的，这很精准，很精准。工艺上的把关是很要求非常严格的。那必须要懂那个配方，正确的那个配方。才能做出来。对。那滇红来说，还是这个配方还是很关键。对的，就是它对这个这种，因为它这个东西它的核心，这款茶的核心就是一个核心工艺，就是一个拼配。所以说如果这个工艺上最核心的没有把控好的话，那也就只为了叫中国红而中国红，就失去了很多人想去亲身去体验感受。这一款滇红天花板的这种感觉，你就感觉不到，这种感受。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红以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产品系列？我们韩国人就不怎么懂滇红里面的一些细节。那中国红什么金芽红茶也有吧？对，什么？它芽类茶也是属于近代出来的这种我们说的一种精致的一些特级茶。它是这样。其实传统的功夫红茶滇红来讲，它最传统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它其实慢慢的这种芽头茶，它也是已经属于滇红里面的特级特种茶。就是说包括我们级别的这个评定上面，它也有对这个芽好的一个要求。就是所以说你单独拿芽来制就出现了金芽、金丝，对，金针、金螺，它这些的话都是一个后面去做型的这个工艺而得名。也就是金丝它可能有的更紧细一些，金芽它可能芽头就是云南的芽头比较大一些，金针就是经过用理条机来做型的，它就叫金针。金螺呢就是用滚锅来滚出来的那个螺茶。那红茶来讲我们就叫它金螺，绿茶就叫
绿茶也有螺嘛，对不对啊？所以说一样的，它就是出来的这么多这么多一个产品，因为系列其实我们滇红来讲，后面出来这些系列还是比较多，所以说市场可能对一些包括后期的一些推广也好，各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不是那么太清楚，就是可能对传统的滇红，我老一辈的话对传统的滇红可能更清楚一些，但是后面出来的这些也是属于这些特种茶里面，像芽类的来讲，在滇红来讲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端的茶叶了。 진짜 좋은 중국홍을 배방하는 이제 핵심 중에 하나가 대엽종과 소엽종을 같이 골고루 쓰는 건데 대엽종을 많이 넣어서 이제 이런 풍성한 밀도감을 만들어내는 게 핵심이라고 합니다. 근데 그 배방은 절대 공개되지 않는다고 하네요. 对，尾雕有一个封闭的一个尾雕槽它就是熏液进来的第一步就是这个了就是靠以前我们刚刚看的那里是传统的是那个竹林子往上撒那个熏液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堆得厚一些然后它量比较大然后的话就是这样用封闭的话加速它的一个脱水因为尾雕的话就是要让它的揉捻的时候这个柔韧度达到最佳嘛那就是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工序第二个工序呢就是在里面我们可以在里面去看一下但是你们的那个生态基地是不是在1个半小时的距离那个鲜叶拉过来这边那个时候转化的是不是已经走水了不会尾雕的话气候跟气候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几乎尾雕的时间都会在8个小时以上8个小时以上对因为它的那个跟我们做晒青的那种不一样晒青那个其实它是摊量它是为了让它稍的像早上采回来的熏叶中午就开始杀青嘛那个又不叫尾雕对那个只是为了摊量一下让它稍的水分下去一点它只是短时间的几十分钟甚至个把小时的这种短途的摊量但是我们这个尾雕的话是要让它充分湿水的不能让它干但是也就是柔韧度要达到最佳就是你这样你揉起来不会断那个时候揉捻是最合适的所以说它红茶的话它是哇它那边的话，它就是一个发酵系统对，发酵系统的话，它那个就是现代化的发酵了。那里面的气温、温度湿度、时间和它的这个湿度，它都是恒定的了。那这就是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但或者这个它也不是恒定，它每一款茶也不一样就是每一款茶，你要让它出什么香气滋味。就要用这个，其实发酵这个环节很关键。像微雕这个，它的这个度也很关键，但是它最主要的就发酵这个关系，它就是跟后期的口感是决定性的作用的，它是关键控制点。那所以说，很多人认为，成控发酵就是数字调好不管了。那不是一定。每一款茶来讲可能是，但是每一款茶都是用一个参数，那肯定不是。因为是。茶叶它有芽茶，它有嫩度不一样的茶，你要做出来不一样的口感，那你就要在这个地方做相应的调整，就是参数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款茶它的参数是一样，但是跨了很几款茶，它的原料不一样了，就只能是看茶做茶了，它的参数也是会随着参数来变化，那包括。我们手工来做也是一样，它的揉捻程度要达到什么？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金丝跟金芽一样，你目的不一样，中途你的控制的也不一样，揉捻的时长各方面，揉捻的力度各方面发酵的程度都不一样。这个数据就是你们公司都掌控的，是吧？每一款茶我们它都有一个核心的参数，那它。成控的它有一套核心的参数，我们手工或者是靠以前的这些机器来做的，包括我传统的那个发酵框，那发多长时间，每一款茶，发多长时间，怎么来发，它也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参数。那为什么说我们茶类，它会设一个非遗的那种传承，包括它在工艺上呢，它有制茶大师，这些人。它的核心，我们传承的东西就是
工艺的关键的东西了。这为我们叫的，就是这个人拿来做什么？这个大师，他是怎么来把控的？就是看茶做茶。对。机器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这个做茶的这种关键东西是要靠人为来把控。对，看茶之后判断是吧？所以说。如果说能够用机器来解决，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大师给取缔了嘛，就不用制茶大师，我们调好一个参数就完了嘛，就不用做了，对不对？但是它为什么会一直做，而且还那么重要？就是做茶就只能看茶做茶，因为它可能跟气温、气候、茶种，老嫩程度、原料的不一样，包括我们的这种木质宽，它都有研究，它不是所有的木头都可以做，它只有一两种可以做。因为茶叶是虚伪的嘛，你拿所有的木质东西的来做，它可能木质里面它就有一种木质香。你就不能拿有本来有味道的那种茶叶，比如说松树，松树它有一种松香的那种味道嘛，你一做，你们一拿茶叶发酵就废掉了，它就要不成。所以说，它连这个宽都要特制。都只能拿一种木材来做所以说发酵难、发酵宽，这些都还是关键。那都不能说统一性做，统一性用这个木宽做。对，所以说你传统来讲，它传统也是用木宽来发酵或者竹箩木宽。所以说这种竹箩的话，竹箩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味道它不会有太异味了嘛，起码是这种木质的呢，就是选料选得好，还是不错，拿来做发酵宽的话，不错。那边这个发酵系统有的话，如果春茶的时候下雨，那个时候天气的影响就没有了，是吧？就可以控制那个发酵的环境嘛。对，就其实呢，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车间，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用其他环节来这种科技的这东西来调整，就是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工具，它就像一个以前用手揉，包括现在换成一个揉捻机，它是一个道理。就其实科技进步的是工具在升级，不是工艺在变化。很多人没有搞懂这一点，好多说你们滇红的工艺变了，工艺没有变，工具变了。对，我们要是达到工艺，是要用工具来实施的。那么工具是要随着科技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种。那像那个发酵的这一块的话，你从它的各方面的时间的那种时间，温度、湿度的一些控制，比如说你要做同一款大宗货的产品来讲，稳定来讲，口感的稳定，你肯定要用什么呢？现代化的工具来实施。揉捻机一样，要用2吨茶，你用人工来揉捻，你肯定达不到嘛，对不对？所以说它是工具的一种升级。那这个一次性可以揉多少量啊？这个肯定是这个的话，像这样一组的话，就因为我们其实下面出制所也布了很多，出制所甚至比这个还要多。这个里面布的是什么呢？布了一个展示，就是类似于因为有些人他不愿意去到出制所了，不愿意去到乡下了，他就是要来我们厂里面参观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就是来我们这边住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做茶，感受一下，就带他来感受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是做了一个缩小版的一个出制车间。但是这个车间我们做下来，如果是你充分来做的话，2-3吨茶，3-4吨茶都可以做的。这个就叫理调剂그 금침의 형상을 잡아주는 기계라고 합니다. 那个金针就是采在那个芽头之后，本来是很直嘛，你还要用那个理调剂吗？要用。更漂亮了，是更直了。从那个传统去喝那个金芽还有金针你就会发现因为揉捻它是会把它有柔韧性好嘛，它会揉在一起，而且它会结在一起。为什么后面稍微的给它解开以后，它那个也是
一个扣一个的，牙头嘛，还有那个筋筋的那个地方会扣在一起。对。但如果说你用这个理完以后，它一颗是一颗的，它就很直了。就是为什么要叫它针，就像一个针一样了，理得很直了嘛。那做赛性红茶的人都说用烘干机的话保质期很短，你这个怎么想？就2年后就没有什么香味了呀，或者这种我感觉这个也是一种乱，应该是我感觉那什么呢？晒青其实如果是你天气达不到干不了对。那你如果说用烘干的这种，它无非就是烘干的这个过程跟红茶是绝对不一样的红茶不一样，红茶你要打足火的时候一定是高温100多度它是这么一个概念。那晒青的话，如果你达到100多度，你确实是把茶叶你已经把茶叶都打到，你比杀青的时候的那种后面的那种温度的还过了的话，肯定还是不行。那肯定它只是说参数不一样，但是无非我们要它的结果就是要让它充分的湿水干掉，水分达到我们要求的那个水分就完了。네, 여러분 이렇게 본경에서 아주 좋은 전홍을 조달할 아주 좋은 협력 파트너를 구했습니다. 용천 차창 왕흥명 전승인이 운영하는 이 차창과 앞으로 협업하게 되겠는데요. 운남 최고의 중국홍 다들 기대하시라. 제가 맛있는 운남 홍차를 맛보여 드리겠습니다. 자, 맛있는 홍차를 찾아서 가시죠.